今天是2025年10月31号，乌克兰抵抗侵略的第1345天。昨天，俄罗斯全域战损人员960人。2025年10月30号，俄乌战争进入了关键转折日，全域战场硝烟弥漫。红军城作为顿巴斯的交通枢纽，连接着5条重要的战略铁路，是俄军梦寐以求的进攻跳板。10月30号凌晨4点，俄军集结了近卫第27摩步旅和第98空降师一部以及东部军区预备役部分部队，总计约 1.1万人的兵力，在 T90 主战坦克的掩护下，从红军城东北的罗登斯科、西南的切尔沃尼还有莱曼2个方向发动进攻，试图彻底切断乌军的补给线，完成合围。面对俄军8-1的兵力优势，乌军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由92机步旅、第80空投旅组成的铁拳集团依托城区建筑和高地构筑防御体系，同时调集第17重装坦克旅一部、第35海步旅作为机动反击力量，核心战场锁定在赫里西村和涅皮什村以及红军城的火车站周边区域。清晨6点30分，俄军的先头部队突破红军城外围防线，推进至市区东北部的居民区。就在俄军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乌军的 F-16战机编队突然从西部空军基地升空，8架战机携带精确制导炸弹，在20架 TB2 无人机的引导下实施精准打击。9点15分， F-16战机低空突防成功摧毁俄军位于切尔沃尼莱曼前线的指挥所和皮什恰村的弹药库，俄军的通讯链路瞬间瘫痪，后续部队因缺乏指令陷入混乱。同时，乌军的无人机群对俄军的海鹰式侦察机和防空系统展开了自杀式的突袭，3个小时击落俄军47架无人机，摧毁2套防空雷达，彻底夺取了战场制空权。地面战场上，乌军采用分割围歼的战术，由第92机步旅在赫里西村依托居民巷展开巷战，用反坦克导弹精准打击俄军坦克。第80空突旅则搭乘直升机，在俄军侧后方实施机降捣毁其后勤补给点。战至16点，乌军已经收复红军城东北部的罗登斯科和西南的涅皮什村等关键村镇。俄军的近卫第27摩步旅损失过半，被迫向顿涅茨克方向撤退。乌军战线向前推进了 3.5千米，成功解除了红军城合围的危机，共摧毁俄军坦克23辆、火炮77门。在红军城胜利的同时，其他的战线也在同步发力。扎波罗热方向，乌军第46空突旅和第116机步旅联手，于10月30号上午10点对托克马克周边的俄军阵地发起进攻。在 F-16战机提供的空中掩护下，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精准打击了俄罗斯第58集团军的指挥部。随后，地面部队突破俄军2道防线，收复了米哈洛夫卡村战线，向南推进2000米，摧毁俄军1座弹药库、电子战车3辆。在哈尔科夫的战场上，乌军第127国土防御旅于30号上午12点在19亩地区开展反击，利用无人机引导火炮打击俄军集结点，击退俄军第3摩托化步兵师的2次进攻，共收复失地12平方公里。苏梅方向，乌军第31机步旅针对俄军边境袭扰展开跨境打击。凌晨2点，突袭俄军位于别尔哥罗德的前沿哨所，摧毁军事设施，4处迫使俄军后撤5000米，解除了俄军对苏梅地区的直接威胁。库皮扬斯克作为哈尔科夫州北部的战略重地，30号全天激战不断，俄军第1坦克集团军试图突破乌军防线，乌军第93机步旅依托城市建筑和河流屏障顽强阻击，同时调动重型无人机向俄军投掷炸弹，精准摧毁俄军装甲车辆集群。战至傍晚，乌军不仅守住了核心阵地，还乘胜收复了库皮扬斯克南郊的普里什部。俄军战损士兵125人，被迫收缩防线。库尔斯克作为连接俄乌腹地的战略重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0月30号凌晨3点，俄军集结了第7空降师、第76空降师和第83空突旅，以及太平洋舰队第155海军陆战队等精锐力量，总计兵力约12000余人。在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掩护下，从库尔斯克东北部亚历山大村还有鲁斯科耶2个方向发动前行攻势，试图重新夺回此前失守的战略高地。乌军针锋相对，投入了第93机步旅一部和第46空中突击旅的主力部队，以及第17坦克旅一部，依托库尔斯克南郊的苏贾市外围丘陵和森林，构建了多层防御体系，核心交战区锁定在了苏贾市和布尔恰托夫镇沿线的20千米区域。凌晨5点半，俄军先头部队突破乌军外围警戒阵地，
推进至苏贾市东北部的郊区。6点15分，乌军空中支援部队果断出击，12架 F-16战机从西部的利沃夫起飞，在无人机的精准引导下实施超低空突防，精准命中了俄军位于鲁斯科耶前线指挥所和弹药囤积点，瞬间瘫痪了俄军的指挥系统。地面战场，乌军启动了星链终端引导远程火炮，对俄军装甲集群实施远程覆盖打击。第93机步旅反坦克导弹小组在苏贾市街区展开伏击，单日摧毁俄军18辆坦克、步兵战车25辆。12点，乌军发起了全线反击，第46空突旅搭乘直升机，在俄军侧后方莱昂尼多沃实施机降，切断俄军补给线。第17坦克旅沿着 E38高速公路展开穿插，将俄军进攻部队分割成2段。战至下午16时，乌军成功收复了亚历山大。克鲁格伦科耶战线向前推进了4000米，俄军第76空降师损失过半，被迫向库尔斯克市区败退。此战共歼灭俄军290人，俘虏230人，彻底粉碎了俄军的合围企图。别尔哥罗德方向，上午10点，乌军第31机步旅发起了跨境突袭无人机引导火箭炮打击，摧毁俄军位于别尔哥罗德的火力发电厂，造成俄军前线补给线短暂瘫痪，迫使俄军从库尔斯克抽调部分兵力回防。布良斯克战场，乌军第127国土防御旅针对俄军边防哨所展开精准打击，凌晨2点突袭了布良斯克东北部的马利奇镇俄军集结点，摧毁军事设施3处，击毙俄军156人，有效牵制了俄军向库尔斯克增援的行动。赫尔松战线，下午14时，乌军第28机步旅在 F-16战机的掩护下，对赫尔松市西北第聂伯河沿岸俄军阵地发起突袭。乌军利用无人艇在第聂伯河上实施侦察和袭扰，配合海马斯火箭炮精准打击，摧毁俄军3座浮桥，收复赫尔松北郊的米哈伊罗夫卡战线，向第聂伯河以东推进了2.5千米，进一步压缩了俄军沿河防御的空间。克里米亚方向，乌军的远程打击部队展现了强大的威慑力。30号晚间19点，乌军使用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在无人机中继指导下，精准命中了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港的俄军油库和军事码头，油库发生连环爆炸，火光冲天，有效切断了俄军向黑海舰队的油料补给。同时，乌军的无人机群对克里米亚北部的战科1空军基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2架苏35战机，迫使俄军加强对克里米亚全域的防空警戒。10月30号的战场，乌军以多点联动、科技制胜的战术思路，全面掌握的战场的主动权，不仅重创了俄军的有生力量，更向世界展示了乌军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